先王为了救老婆，竟然逆转了时空。王丽眼睁睁看着孙荣在自己面前烟消云散，傅恩再压制不住他的灵力和情绪，刹那间毁天灭地的力量爆发。王丽只想弄死面前这个女人，好在尔哈及时赶到冻结了时间，不然这个世界就毁了。没想到这都动不住王丽，他竟然硬生生挣脱了时间的束缚，愤怒的一拳砸在了江绿影的脸上。江绿影这才反应过来，孙荣身边的大佬竟然是这小子。面对如此强大的力量，他没有后悔和恐惧，只有弄死孙荣的舒爽，不要命的冲上去主动出击。而此时的王丽已经失去了理智，一举一动全凭本能，一拳将江绿影砸飞出去后嘶吼了一声，漂浮在半空的碎石全都听从他的指挥，一块接一块砸在江绿影身上。王丽自己也紧随而去，瞬间冲天而起，滑在空中宛如一道流星，满含愤怒的拳头径直砸向了江绿影的下巴。这个女人终于露出了惊恐的表情，可惜已经晚了。被砸飞到身后的一块巨石上后，王丽又紧接着一脚踹在他的肚子上，等人落地后又一记泰山压顶，身下的地面瞬间崩塌。江绿影现在就是毫无招架之力的破布娃娃，被王丽恨不得砸烂撕碎。再一次把人扔出去后，王丽随手一抬，地面就齐刷刷掀了起来，跟随王丽的手汇聚成巨大的灵力球，包裹江绿以后砰的炸开，而王丽的手上已经凝缩了威力更大的灵力，等着地面直接冲向江绿影坠落的地方。然而在他即将把灵力球砸下去的时候，江绿影竟然还在笑，看样子你也跟我一样可怜呐。就是这一句话唤回了王丽的理智，他的拳头停在江绿影面前久久不动，倒是江绿影等不及了。可是王丽脑海中浮现出了孙荣刚刚的笑容，清醒过来后赶紧回去救人。然而大进化术对孙荣一点用都没有，因为江绿影那一掌直接把他的魂魄撕裂了。现在尚存一口气，还是二哈把时间给冻结了，等时间重新开启，孙荣就会立即死亡。二哈表示可以帮王丽把时间永远冻结，这样最起码还尚存一丝气息，或者王丽可以选择回到原来平静且无聊的生活。王丽哭得泣不成声，最终他两个都没有选，他要将这个世界再次重启。失去老婆的王丽直接从逼王变成了疯批。二哈和荆轲都告诉他，逝去的生命无法挽回，孙荣的元神已经彻底破碎了。王丽不甘心地重置着一次又一次，却什么都没能改变。好在二哈把时间冻结了，他们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想办法。二哈的能力是将灵力转换为加速光线，让他们几个人的灵力流速加速的接近光速，相对之下时间就静止了。王丽思路立刻打开，换句话说，只要他们超越光速就能回到过去了。二哈给了他肯定的回答，不过那需要极为磅礴的灵力。好在王丽最不缺的就是灵力，他之前测试的时候不小心爆发，在遥远的太空之外还有一颗灵力球呢。现在王丽决定启用这颗球，二哈好心劝他，时光倒流可是逆天行道，会扰乱因果的。没想到王丽又恢复了冷漠，逆天又如何？无力轰顶比失去他还要可怕吗？既然如此，二哈这个老妖怪就被他封一把。一人一狗再次合体，瞬间被从天而降的灵力光柱笼罩，被留在原地的荆轲也只能祝他们一路平安。随着王丽眼中的指针不断旋转，时间回到了他们开学的第一天。那两个便宜的师兄又过来找茬，王丽并没有逆转时间的记忆，做出的行动还跟之前一样。紧接着被学长推倒在地，这时候过来拔刀相助的人竟然是陈超，就连当初劝陈超别多管闲事的顾好的站了出来。两个人很明显是想交个朋友，这个王丽还是把10块钱递了出去。反应过来后自己也懵了，对呀，我为什么要拿10块钱呢？之后王令被分到了精英班，王祖康这节课讲的是魅惑术，王令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儿，眼睛时不时的往当初孙荣那个位置瞟。突然那个位置的女生转过头，那一瞬间的即视感让王令瞬间站了起来。可那个女生并不是孙荣，他不认识对方是谁，也不知道自己刚刚脑海中浮现的女生是谁。之后王令屡次产生了即视感，回家路上惊鸿一瞥，以为车上就是孙荣追车，追人后同样是不认识的人，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孙荣。王丽也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平静生活，但实际上这都是发生在另一个世界的故事。没错，二哈和王丽合力创造了一个平行世界，新世界不断吸收旧世界的一切，这样下去旧世界就要被毁灭了。偏偏旧世界的时间停止，没有任何人能站出来力挽狂澜。不过没关系，还有地界呢。此时地府里新上任的阎王一脸懵逼，黑无常给他带来一个据说很难办的客人，而这个客人就是孙荣。先王救不了的人，居然被阎王给救了。阎王看着孙荣，忍不住感慨：年纪轻轻的来这儿真是可怜呐。话没说完，就看到了孙荣的生平，瞬间震惊的不知所措。这位可是花果水莲集团大小姐，也就是他师傅孙悟空的后人，这可不是他们阎王该收走的呀。恰在此时，孙荣醒了过来，还没看清楚这是什么地方，白无常和阎王连滚带爬跑下来，告诉他只是在做梦而已。紧接着牛头急匆匆过来大喊：大事不好了！原来新日的王令跟陈超国豪一起来到了当初的游乐园，这一次的没有包场体验了，一路上遇到了不少熟人，就连主意都变成了导游小哥，向他们介绍心理洞能预测未来的神奇功能。之前和孙荣一起来的时候，王令没测上，看到陈超国豪一个要挂3门课，一个40岁才遇到初恋，也试着把手放了进去，万万没想到仙女洞直接裂开了。
与此同时，阎王已经得知了一切，吓得赶紧把孙荣的寿命改成了50个9，然后把人给送了回去。金克看到主人老婆活了过来，立刻给他解释来龙去脉。总之，亡灵现在暴走成为新世界的创世神，只有孙荣能唤醒他了。另一边，亡灵在月圆经历之前经历过的一切，对象从老婆变成了兄弟。坐上摩天轮之后，他的眼泪止不住的流。他明明应该感觉无比幸福，可总觉得少了什么重要的东西。没关系，你老婆来了。孙荣已经做好了毁灭新世界、拯救亡灵和旧世界的准备，头发一扎，木剑一挥，直接朝那个新世界冲了过去。区区筑基天才竟然能只身抵抗一个世界！孙荣一边砍一边呼唤亡灵的名字，然后一剑贯穿了虚空中沉睡的亡灵。新世界的亡灵同样感受到这一击，心中好像有什么东西碎掉了，张开手掌发现手心里有孙荣的发卡。陈超郭好也明白了过来，笑着送好心地回到老婆身边，而外面的孙荣直接击碎屏障，将亡灵拉了出来。两个人十指相扣，终于心意相通，但时间也出现了真正的逆转，回到了陈超变出大力金刚臂和假和窝蜂对峙的时候。就是在这时，江凌云忍不住直接爆衣恢复真身，刚喊了一句我要你们全部消失，话还没说完，就被亡灵一招如来神掌重重拍到了18层地狱。紧接着60门禁斗条率先拿到100%，亡灵他们取得了最终的胜利，一切皆大欢喜。亡灵也像之前一样在土着祭坛等待着孙荣，结果虽然没有江陵那个碍事的东西，却来了一群记者围住了孙荣。二哈问亡灵这个结局还满意吗？因为孙荣并不记得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。原来亡灵强行逆天，导致世界灵气混沌，原本的法则已经失效了。孙荣却不以为意，能和心爱的亡灵师兄在世界的尽头流浪，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？可惜金科还留了一招呢。孙荣刚刚用金科斩碎了新世界，新世界被分裂成了时间之环、空间之环，有了这个可以真正做到时间倒流了。只是孙荣不会有这段时间的记忆。亡灵沉默了，孙荣却安慰他，无论时光如何轮回，思念一定会超越时空，把他带到亡灵的身边。两个人手拉手一起回溯时空。在等亡灵接受完采访的时候，亡灵爸爸也带着新的灵钻赶了过来。贴了这个，亡灵的感情会再次被封住，好不容易和孙荣建立起来的感情可能又会被压在心底。但亡灵有世界和平的伟大梦想，乖乖让爸爸给自己贴上了灵钻。不过之后他让二哈帮自己倒了一些时间，回到了他和何不风被老司机看守的时候。原来那个时候的绿眼亡灵是从这个时候时光倒流回去的呀。